江湖上有一句话叫做强龙不压地头蛇，这句话一个香港影视圈大佬的二儿子用亲身经历替他做了解释。事情发生在东莞最鼎盛的那几年，那时候整个珠三角都在谈东莞，甚至整个中国的男人都在谈东莞。这座城市的名字在特定的语境里自带一种暧昧的磁场。那位香港大佬的二儿子从小跟着父亲见过无数大场面，什么明星什么商界巨头他都在饭桌上见过。父亲在香港影视圈叱咤风云，他从小就习惯了被人捧着哄着，这样的人走到哪里都觉得自己是天花板。这一次他带着一帮朋友来东莞，专门去了大名鼎鼎的太子酒店。太子酒店什么来头，后面我们细说。总之那是整个东莞最顶级的地方，没有之一。进了大门，灯火辉煌，服务细致到让人啧舌，他玩得很开心。但是人开心了就容易飘。走的时候，这位公子哥来了一句：你们这里的服务质量太差了，不打算给钱了。工作人员自然不干，上前拦住。结果这位爷一怒之下抄起东西就往酒店里砸，砸桌子，砸摆设，砸得稀里哗啦。保安赶来，他更嚣张了，把下巴扬得老高。我爸是谁谁谁，我看你们谁敢动我一下试试。这个时候太子酒店的老板赶到了现场，这个老板就是江湖人称太子辉的梁耀辉。梁耀辉扫了这位香港公子哥一眼，没有废话，直接让人把他按住，结结实实的揍了一顿。这位从小被人捧惯了的公子哥哪见过这阵势，挨了揍还没完，被按在地上，一边捂着脸一边颤抖着掏出手机打给了远在香港的父亲。爸，你快来，我被人打了。父亲接到电话沉默了片刻，他是老江湖，走南闯北几十年，一听这情况就明白了。东莞这种地方，那些地头蛇的背景你根本摸不清，惹上了就是麻烦，香港再大也管不到人家地盘上的事儿。于是这位在香港横着走的大佬专程从香港赶到了东莞，见到梁耀辉一句话没多说，先赔礼再赔钱，低头道：小孩子不懂事，确实对不住，还请梁总大人大量。梁耀辉是个聪明人，见好就收，据说最后两人一笑泯恩仇，喝了顿酒反而成了朋友。这个故事当年在东莞商界口口相传，很多细节无从考证，但它流传下来的原因绝不只是因为够刺激，它传递的是一个清清楚楚的信号：东莞是梁耀辉的地盘，在这里哪怕你在外面是天王老子，进了他的地界也得讲他的规矩。那么梁耀辉究竟是谁？他凭什么能让一个香港大佬低头认错？大家好，我是微笑。这一切要从1967年东莞黄江镇的一个小村子说起。梁耀辉出生在东莞黄江镇玉塘围村，家里穷得叮当响，父母生了6个孩子，他是老小。那个年代农村家庭的日子，你能想象，吃饱穿暖都是奢望，读书是更遥远的事情。后来网上有很多博主说梁耀辉天资聪颖，高中成绩优异，考上了华南师范大学，后来还读了研究生，是正儿八经的高材生。这种说法纯属胡扯，那些文凭都是他发达之后花钱给自己贴上去的金，目的是让自己看起来更体面更合法。真实的梁耀辉初中毕业就辍学了，16岁开始混社会，没有学历，没有背景，没有人脉，有的只是一双能看清楚机会在哪里的眼睛。这双眼睛从他18岁的时候就开始发光了。1985年，市场经济的口子已经撕开了，东莞这个珠三角腹地的小城正在经历一场巨变，大量的香港制造企业开始往内地迁移，其中超过一半选择了东莞。于是东莞一下子涌进了大量有钱的香港老板，而这些老板又带来了大量的工作机会，进而又吸引了更多的外来务工人员。一座城市短时间内同时聚集了大量有钱有欲望的老板和大量精力旺盛、背井离乡的年轻男女。有些人嗅到了钱的气味，最先闻到这股气味的是温州人。东莞街头一夜之间涌现出无数家理发店，10家里有8家是温州人开的。温州人的商业嗅觉真的是老天爷赏饭吃，哪里有机会他们能隔着几百公里闻到。梁耀辉当时才18岁，在街上看着这些理发店一家接一家开起来，脑子里就开始转了。他也开了一家理发店，取名小甜甜。但梁耀辉和那些温州人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从一开始就要做最好的。他的理发店主打高端，对员工进行严格筛选，培训上岗，服务周到，态度专业，环境比人家的好，员工比人家的漂亮，服务比人家的细致。别人收100块，他敢收500，但客人依然趋之若鹜。这套高端服务的逻辑他一生都在用，从理发店到太子酒店，换汤不换药，但每次都奏效。
巅峰时期，他的理发店有50多名员工，号称东莞最高档。按照当时的客流估算，刨去所有开销，他一天能赚4、5万。那是80年代，4、5万一天，这个数字放到今天都让人啧舌，更别提那个年头了。但梁耀辉很清楚，这行没有技术壁垒，你能做，别人就能学。真正让一家店立住脚的，不是服务有多好，而是背后有没有人罩着。所以他从一开始就非常有意识地用理发店的资源去结交社会上有能量的人。他知道这些人脉将来是他最重要的资产，比钱还重要。做了5年理发店，到了1990年，梁耀辉把小甜甜转让了，不是因为不赚钱，是因为他又看见了一个更赚钱的机会。东莞黄江是梁耀辉的老家，也是当时全国最大的走私汽车集散地，江湖人称全国最大的地下车库。那个年代，国产汽车稀缺，进口豪车关税奇高，但凡有点钱的人都想开好车，偏偏合法渠道的车贵得要命，还不一定买得到。于是一条黑色的产业链在珠江口悄然形成。操作流程大概是这样的，从国外或者香港搞来二手甚至新的豪车，通过水路或者绕道云南，走中越中缅边境秘密入境，拿到车以后翻新修整，再出手，一台车的利润少则10几万，多则几十万。深夜的海面上切成2半方便运输的奔驰、宝马被一批批运到岸边，再被重新焊接、拼装，重获新生。这种被切开再拼回来的车，圈子里叫2刀车，也叫飞顶车。梁耀辉进了这行，但他走的不是普通路线。别人只敢做零配件，他做整车；别人做整车，他专做顶级豪车。劳斯莱斯、兰博基尼几十万到手，宝马、奥迪10几万就能给你整一台。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买家络绎不绝。梁耀辉在这个行业里用最短的时间做到了头部，这是真正的刀尖舔血，风险极大，利润极高，而且每做成一单，就意味着又结识了一批有钱有势的人。那些能买得起走私豪车的，哪一个不是非富即贵？梁耀辉不仅赚到了钱，更重要的是，他用这几年时间，在珠三角乃至全国的权贵圈子里编织出了一张越来越密的人脉网。但这行终究做不长久，来钱太快，圈子里的人又太高调，上面很快就盯上了。没过几年，整个走私汽车行业被横扫，大批人落网。梁耀辉嗅觉灵敏，提前收手，带着积累下来的巨额财富和那张人脉网安全撤出。这个时候是90年代初期，梁耀辉手里有钱有人脉，只差一个新的舞台，而这个舞台正在东莞冉冉升起。从90年代开始，东莞发生了中国近代史上最惊人的城市变迁之一，台商开始大举进入。最顶峰的时候，东莞有超过6000家台资企业，再加上97年金融危机让全球制造业秩序大洗牌，东莞凭借难以置信的低廉人工成本，成了全世界资本蜂拥而至的地方。东莞的人口从1990年的78万到2000年暴增到540万，仅仅10年增加了将近7倍。这是一个什么概念？东莞的清溪镇，全世界10台电脑里有5台是从那里出去的。一句话在当年流传甚广：东莞塞车，全球缺货。这里生产着全世界70%的球鞋、80%的玩具、90%的电脑配件，工厂机器24小时轰鸣，流水线永不停歇。这座城市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但世界工厂的繁荣制造了一条深深的社会断层，一边是挥金如土的港台老板、本地土豪，另一边是住在拥挤集体宿舍里的流水线工人。贫富差距在这里被无限放大，大量有钱的老板聚集在这里，消费欲望旺盛，却不知道钱往哪里花。他们在东莞开工厂，赚到了钱，又不懂什么高科技投资，于是开酒店。开了酒店，发现酒店的正经住宿业务供过于求，于是开始想其他的门路。从96年开始，东莞的酒店行业迅速崛起，某些特殊的配套服务也开始出现在各大酒店里，只不过那时候还是星星点点的趋势，规模和后来比起来不值一提。梁耀辉在这个时候已经在黄江镇买下了一块地皮，那是1995年，他只有28岁。他用理发店和走私车积累下来的财富，大手笔地拿下了黄江镇江北木的一块地，开始建设后来名震整个中国的太子酒店。为什么叫太子？坊间说法很多，有人说梁耀辉自比天皇贵胄，有人说这2字寓意享乐至上，唯我独尊。不管出于什么考量，这个名字后来真的在江湖上如雷贯耳。
太子酒店建成之初是黄江镇少有的几家高档酒店之一，距离香港、深圳只有几十分钟车程，地理位置极佳。那时候它还相对规矩，顶多算是小打小闹。但梁耀辉心里清楚，真正的机会还没到，他在等，等到的机会来自1998年。这一年，东莞的酒店业终于闯出了名气，外地富商开始专程前来游玩。梁耀辉顺势而为，在太子酒店开设了桑拿中心。但说是98年开业，其实一直没有真正做起来，因为还差一把火。这把火来自2004年。这一年，梁耀辉攀上了一位新的靠山，背后的保护伞更强大了。于是他也有了底气，拿出3个亿对太子酒店进行了彻底的改建扩建，压上了他全部的商业理念和野心。他要做的是把一个酒店变成一座城。装修上，他砸重金铺进口意大利大理石，挂巨型水晶灯，把大堂弄得金碧辉煌。在酒店东侧，他建起了当时全东莞最大的演艺场，圆形设计，面积高达2万多平方米，直接抄袭了古罗马斗兽场的建筑灵感。在古罗马，斗兽场是贵族观赏奴隶搏杀的地方，而在太子酒店这座圆形建筑里，有钱有势的人坐在看台上，他们是凯撒大帝，台上的女孩是供人赏玩的猎物。这个演艺场夜夜笙歌，经常花大价钱请国际知名表演者前来助阵，制造出一种既奢华又充满诱惑的氛围。太子酒店迅速成为东莞的地标，连电视剧《酒店风云》都专程来这里取景拍摄。没去过太子就不算到过东莞，这句话在当时的生意圈里比任何广告都管用。但让梁耀辉真正日进斗金的是那个桑拿中心，而那个桑拿中心里有一个东西叫做金鱼缸。这个金鱼缸是太子酒店最臭名昭著的符号，顾名思义，就是用单向透视玻璃围成的环形展台，玻璃一侧是挂着号码牌的女孩，穿着性感走秀展示，另一侧是揣着钱的客人躲在暗处挑选，就像在超市里挑商品。女孩们看不见外面，但外面的人把她们看得清清楚楚。208号、315号，这些女孩没有名字，只有代号。梁耀辉在这里把他当年开理发店那套标准化服务的理念发扬到了极致。他给整个流程制定了严格的服务标准，从客人进门时工作人员的弯腰角度，到问候语的声调，从服务过程中每个步骤的时间节点，到整个服务的时长，每一个环节都精确计算、精确执行。这套标准后来在坊间被称为东莞36式，也被称为皖式服务，定价同样严格。2014年被查处前，这里的价位分4档：600元、800元、1200元、1500元。不同价格对应不同的身材标准，服务流程高度标准化、流程化。无论你什么时候来，点哪个号码，体验到的服务流程都是一模一样的。这种把非法交易做成标准化产品的思维方式，极大地稳定了客源。整个桑拿中心99间房，其中44间是贵宾房和神秘房，配备圆形水床、天花板镜面，甚至还有专门用于逃跑的暗道。对员工的管理，梁耀辉则用了另一套逻辑，层层选拔，严格培训，定期考核，按等级定薪，从600到1500不等，主打激发竞争精神。如果有人少做了一个规定步骤，或者态度不够温顺，一旦被投诉，等待他们的是巨额罚款，甚至是一顿毒打。而最令人发指的是一个叫做试钟的环节。新来的女孩经过封闭式培训之后，正式挂牌上岗之前，要通过一个考核。这个考核是梁耀辉亲自来做的，被评为高等级的头牌，要先被带进梁耀辉的私人套房，经过他的亲身体验，他说合格了，这个女孩才能拿到工牌，挂上价格标签。这是后来庭审时前员工当庭指认的事实。这不是一个做生意的商人，这是一个在构建一个封闭的权力帝国的人。在那个帝国里，他是唯一的皇帝，所有的规则都由他制定，所有的人都是他的棋子。根据后来的司法审计，仅2013年一年，太子酒店桑拿中心的非法收入就高达4870万元，全年买卖人次超过10万，平均每天。那扇单向透视玻璃后面发生将近280次交易，而这还只是入账的部分。梁耀辉很清楚，这种钱是烫手的。太子酒店的桑拿中心日进斗金，但他同样清楚，越是赚得快，死的就越难看。他见过太多人在最风光的时候翻船，不是因为不够聪明，而是因为太贪、太高调，忘了收手。所以从2004年太子酒店改建完成之后，梁耀辉就同步开始了另一件事——洗白。
这个洗白不是简单的洗钱，而是要把整个人洗白，把梁耀辉这3个字从一个东莞地下世界的枭雄变成一个堂堂正正站在阳光下的成功企业家。他的路径分3步走。第一步，扩大商业版图，让自己看起来是个正经生意人。他借着太子酒店多年积累的资源和人脉，开始疯狂地向外扩张。他在苏州、三亚等地陆续投资了23家公司，涉及地产、酒店、娱乐等多个领域。最重要的一步棋是进军石油行业。他成立了中原石油集团，据说借着某股势力的支持，在哈萨克斯坦拿下了整整10个油田。为什么选石油？因为石油这个行业听起来够硬、够高端，是国家战略级别的资源，能跟它挂上钩，立刻就有了实业家的气质。而且跨国能源交易涉及巨额资金流动，为他把那些从桑拿房里收来的现金转移、清洗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掩护。2007年、2008年，梁耀辉连续2年登上胡润富豪榜，身家估值20亿以上。2008年，他更进一步当选了第1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这是他人生最高光的时刻。那一年，他穿着笔挺的西装，坐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里，镁光灯打过来，他是一个风光无限的企业家，是成功的东莞商人，是体面的人大代表。没有人会把这个西装革履的男人和东莞黄江镇那个昏暗的金鱼缸联系在一起。第二步，玩情怀，讲道德，把自己包装成社会良知。梁耀辉这个人真的是聪明到让人后背发凉的程度。他在太子酒店日夜运转赚脏钱的同时，对外的公开发声走的是一条截然相反的路线。他呼吁严打地沟油，要让老百姓吃得放心，喝得放心。他呼吁社会关注农民工子女的上学难问题。他在两会上提出提案，主题是关于建立道德评价体系的建议。建立道德评价体系，一个在地下世界制定晚市服务标准的人，在地上世界振臂高呼要建立道德体系。这种撕裂感，如果不是亲眼看到，几乎令人难以置信。但不管这有多讽刺，他在当时确实奏效了。媒体报道他，政府肯定他，普通百姓觉得他是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第三步，砸钱做慈善，花钱买口碑。从2008年开始，梁耀辉开始大规模捐款。今天给这个学校捐几十万，明天给那个敬老院送物资，大灾小情，只要上新闻，必有他的身影。截至2013年，他累计对外捐款高达5600万元，曾被评为首届东莞10大慈善家5600万。听起来很多，但对于一年非法进账接近5000万的太子酒店来说，这点钱不过是1年的收入。他用1年的脏钱买来了10年的好名声。这笔账他算得清清楚楚，整个家族也跟着一起鸡犬升天。大哥占着黄江天天国际酒店，二姐一家垄断了黄江镇的废品回收行业，三哥刘耀平掌控了黄江太子购物广场。整个梁家在黄江镇内名声赫赫，谁见了都要绕道走，几乎成了镇上无冠之王。但梁耀辉比任何人都清楚，这种洗白不过是饮鸩止渴。真正让梁耀辉感到不安的是2011年发生的一件事儿。四川商人刘汉被连根拔起了。刘汉的能量远比梁耀辉大，他在四川经营的那张关系网盘根错节，上下打通，在当地几乎无人敢碰，但还是倒了，彻底的倒了，没有任何翻盘的余地。梁耀辉看在眼里，心里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开始升腾，他开始想退路。2012年，他主动找买家，想把太子酒店作价6亿港币整体出售，拍拍屁股走人，彻底抽身。但没有人接盘，不是买不起，是没人敢接。太子酒店的名气太大，大到已经成了一个符号，一个随时可能引爆的符号。谁接手，谁就是下一个站在风口浪尖上的人。聪明人都看出来了，这个盘子烫手卖不出去，他只好继续经营，但他内心深处的那根弦已经开始绷紧了。与此同时，东莞的大环境也在悄悄地发生变化。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东莞的制造业受到重创，将近1/4的企业直接倒闭，1600家台资企业，2000多家港资企业撤离东莞，把工厂搬到了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商务客人大幅减少，酒店正规住宿业务收入断崖式下跌。但奇怪的是，各大酒店的桑拿业务反而更火了。正规生意不好做，大家就更依赖那个来钱最快的部分。整个行业在经济下行的压力下，反而变得更加疯狂。2009年，梁耀辉顺势投资建设了号称全国最大5星级酒店的奥威斯国际会议酒店，22层楼高，
房间数恐怖的2588间。巨无霸一样矗立在东莞，它的商业版图越做越大，表面上看蒸蒸日上，但暗流已经开始涌动。2013年，东莞街头巷尾开始流传一句话，上面要动真格的了。一些嗅觉灵敏的小老板已经陆续关门歇业，或者悄悄转型做正规足浴，观望形势。但梁耀辉没有停。20年的太平让他产生了一种幻觉，太子酒店是有结界的。多少次东莞的扫黄打非行动，别家被端，太子酒店总是毫发无伤，次次全身而退。这种经历让他相信自己有足够的能量抵挡一切风浪。权力的幻觉是最危险的毒药，他不仅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对手下的经理们下了死命令，要把服务做得更细，要把客人的嘴堵住，只要客人满意，天塌下来都有我顶着。天塌下来有他顶着，他以为他说得到做得到。2014年1月的某一天，太子酒店的大堂迎来了一位普通客人，他看起来和其他商务客人没什么区别，背着一个黑色双肩包，穿着普通，神情也不显山露水。酒店的迎宾没有多看他一眼，把他引进了桑拿中心。桑拿部的经理是个老油条，警惕性极高，客人一进门，第一件事就是要求上交手机。这是太子酒店雷打不动的规矩，在这里发生的一切绝不允许留下任何影像记录。客人配合地交出了手机，经理扫了一眼，点点头，把他带进了包厢。帘子一拉，单向透视玻璃后面，2个挂着号码牌的女孩正在走动。经理不知道的是，那个看起来毫不起眼的黑色双肩包拉链的缝隙里藏着一枚针孔摄像头，正在拍摄的是一名央视记者。记者借故离开包厢，溜到酒店外的停车场阴影里，掏出备用手机，拨通了东莞的110。黄江镇上有一个太子酒店，有那个犯罪活动，我向你们举报。好，我这就派人查一下。记者站在寒风里等待，10分钟过去了，20分钟过去了，1个小时过去了，酒店大门前，豪车依然进进出出，搂着女孩谈笑的客人依然来来往往，没有一辆警车，没有一盏警灯，没有任何动静。拥有5星级牌照的太子酒店，仿佛真的有一层看不见的结界，把法律挡在了门外，把110变成了哑巴。这个细节后来成了整个案件中最触目惊心的画面之一，它说明的问题远比金鱼缸本身更严重。2014年2月9日上午，央视新闻频道播出了这组暗访镜头，时长不到10分钟的视频引爆了一颗舆论核弹。新闻播出的那个上午，梁耀辉应该已经明白这次不一样了。他是在商海和黑道摸爬滚打了20年的人，他的直觉告诉他，这次不是交点罚款就能过去的，大部队迟早会来。既然跑不了，那就先把能烧的都烧掉。太子酒店后院有一个巨大的锅炉房，平时用来烧热水，供应桑拿洗浴。就在那个上午，桑拿部经理、财务人员推着满满几大推车的纸箱冲进锅炉房，箱子里装的是整个太子酒店最核心的机密，技师花名册、体检表、上中记录单、工资分配表，以及大量涉及客户信息和利益输送的原始单据。几名员工发了疯一样把文件往炉膛里塞，纸张太多太厚，一度把炉火压灭了。于是一桶桶柴油泼了上去，火苗蹿起几米高，黑烟滚滚，整个后院弥漫着刺鼻的油墨味和焦糊味。与此同时，机房里技术人员正在疯狂地对服务器硬盘进行格式化，数以万计的会员信息、充值记录、开房流水，在进度条跑完的瞬间全部化为乌有。梁耀辉站在办公室的窗前，看着后院升起的黑烟，长舒了一口气。他以为只要烧掉了这些纸，就没有人能证明他是幕后的主使。他还想着找几个临时工顶罪，自己继续做那个干干净净的人大代表。20年的经验告诉他，这招向来管用，但这一次他低估了对手。2014年2月9日晚，广东省公安厅直接部署了6525名警力，这是一个极其罕见的数字。参战警力来自周边城市和省厅特警队，跨区域紧急集结。为了防止任何风吹草动，所有参战民警提前上交通讯工具，出发前一刻才被告知任务目标。晚上9点，特警车队如同一条长龙，悄无声息地切断了黄江镇所有的出入路口。太子酒店门口的保安上前想拦，话还没说完，就被全副武装的特警按倒在地。原本灯红酒绿的桑拿中心瞬间变成了大型抓捕现场，挂着号码牌的女孩们尖叫着四散奔逃。金鱼缸的玻璃房里还有一些没来得及穿上裤子的客人，在执法记录仪面前尴尬地捂着脸。这一夜不只是太子酒店，
中堂、后街、长平数十个镇街的娱乐场所同步被查，整个东莞同一时间数千名涉黄人员被带走。这一夜，东莞的一个时代结束了，但抓捕现场没有梁耀辉。人大代表有特殊的法律程序保护，在人大常委会正式罢免其代表资格之前，警方不能直接对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这给了梁耀辉最后的喘息时间。他开始疯狂运作，想靠金钱和积累了20年的关系网做最后一搏。电话一个接一个打出去，但电话那头传来的大多是忙音，或者是礼貌而疏远的一句：“梁总，这事儿我不太方便。”曾经在太子酒店把酒言欢、称兄道弟的那些朋友，此刻唯恐避之不及，大难临头各自飞，自古皆然。2014年4月14日，梁耀辉的人大代表资格被正式罢免。当天，东莞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发布通报，梁耀辉因涉嫌组织卖淫罪被刑事拘留。2015年5月27日，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太子酒店案正式开庭，被告席上黑压压地站着47个人，从梁耀辉本人到总经理、桑拿部经理、财务总监、培训师，整个太子酒店的管理层几乎被一锅端。此时的梁耀辉头发已经花白，穿着囚服，戴着手铐脚镣，但他仍然昂着头，保持着一种上位者习惯的傲慢。面对公诉人的指控，他亮出了准备已久的辩护词，总结起来3个字：不知情。我只是太子酒店的投资人，主要精力都在国外的石油生意上，一年只有几次在东莞。酒店的具体业务都是交给下面的总经理负责的，他们背着我干了什么勾当，我完全不知道，我也是受害者。这套说辞不是没有逻辑，核心账本已经被烧了，服务器已经被清空了。如果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梁耀辉是幕后主使，他很可能只承担一个监管不力的轻罪，坐几年牢出来还是富豪。法庭一度陷入僵局，所有的焦点都集中在证据链上。然后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为了争取宽大处理，被告席上那46个曾经对梁耀辉唯命是从的手下纷纷调转枪口。总经理说，他说；桑拿部经理说，他批；财务总监说，每一笔进账他都清楚，钱一分不差的流进了他的私人账户。装修桑拿房的图纸是他签字的，金鱼缸怎么设计，灯光怎么打，是他亲自拍的板，对技师的考核制度是他制定的，包括那个事中环节，也有人当庭指认，那是梁耀辉亲力亲为的规矩，钱更不会撒谎。桑拿部的巨额非法收入一分没有进酒店的公账，而是通过私人账户全部流入了梁耀辉的个人腰包。这一条条资金流水被司法审计一笔笔还原了出来。他对钱的控制欲极强，这是所有前下属的共同证词。平日里，技师不仅要交体检费、培训费，就连上班用的化妆品、避孕套都要以高于市场价几倍的价格向酒店强制购买，敲骨吸髓，每一分都不放过。随着46名前下属的集体指证，梁耀辉那道不知情的防线彻底崩塌了。一个连上岗技师都要亲自试用验收的老板，说自己不知道酒店里在做什么，没有人会信。随着梁耀辉防线的崩塌，更深层的东西也开始浮出水面。为什么太子酒店能屹立20年不倒？为什么记者打了2次110等不来一辆警车？答案只有2个字：利益。太子酒店的安保部在那个特定时期甚至比当地派出所更有执法权。梁耀辉用金钱和各种好处给他的帝国装上了一个名为权力保护的屏蔽器，这个屏蔽器能屏蔽地方的一切干扰，但屏蔽不了从更高层落下来的雷霆。审判结束后，东莞官场爆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地震。东莞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严小康，东莞市公安局副局长卢伟奇，东莞市常务副市长梁国英先后落马。那张深埋在东莞地下20年的权力保护网被一并连根拔起。2017年8月11日，法锤落下，梁耀辉犯组织卖淫罪、串通投标罪、行贿罪，数罪并罚，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听到无期2个字的瞬间，他的身体微微颤抖了一下。那一刻，100亿身家、人大代表光环、石油帝国、太子酒店全部化为了泡影。从1995年建起太子酒店到2017年宣判，他用了22年爬上云端，一夜之间跌落地狱。按照常理，一个藏污纳垢的犯罪窝点被连根端掉，老百姓应该拍手称快。但2014年2月10日，也就是扫黄风暴的第2天，互联网上出现了一个令主流媒体和监管部门大跌眼镜的热搜话题：东莞挺住。甚至有大 V 喊出：今夜我们都是东莞人。
这让当时的舆论管理者们困惑不已，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为一个色情之都叫屈？但如果你真正理解了那些网民在想什么，你就会明白，他们喊出东莞挺住，并不是在为卖淫行为辩护，他们在问的是，去太子酒店消费的那都是些什么人？是那些平时在台上满口仁义道德、大谈社会责任感的人，是那些在镜头前讲廉洁、讲奉献的人。事情出了，镜头对准的是什么？是那些女孩被带走游街，是经理被抓，是服务员被审问。那些提上裤子就拍拍屁股走人的客人呢？那些拿了钱充当保护伞，让110失效20年的官员呢？他们在镜头里消失了。网民朴素的正义感认为，那些出卖身体的女孩是弱势群体，是苦命人，是被这台机器撵进去的人。真正该被清算的是那些出入其中的权贵，是那些拿了好处替他遮风挡雨的人。东莞挺住本质上不是在支持违法，而是在喊别光打苍蝇，你倒是打老虎啊。这股民间情绪带着一种粗恳的不加修饰的正义感，戳穿了整个事件中最让人难以接受的部分。那些最该被追究的人，往往是最后被看见，甚至永远不被看见的人。好在这一次，东莞官场那张保护网终究是被一并扯了下来。扫黄风暴过后，东莞陷入了一段漫长的戒断期。这种痛苦是真实的。有经济学家估算，东莞色情产业及其直接关联的酒店、餐饮、出租、化妆品、服装等周边行业，每年创造的经济效益可能高达500亿元。这不是一个抽象的数字，而是无数普通人的生计所系。太子酒店被贴上封条之后，黄江镇的街道肉眼可见地萧条了下来。出租车司机把车停在路边抽闷烟，因为以前最爱打车的那批人消失了。路边的首饰店、美甲店、高仿名牌包店，成片成片的关门贴封条，就连大排档的老板也开始愁眉苦脸。有声音预言，东莞这个世界工厂会就此熄火，变成一座空城。东莞政府在这个时候做出了一个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决定，腾笼换鸟。与其修修补补，不如彻底断舍离。那些原来被各类娱乐场所占据的土地资源和城市空间被腾出来了。那些关了门的酒店被改造成养老院、写字楼、科技企业孵化器。那些曾经灯红酒绿的街区开始引进制造业升级所需的新型企业。高科技企业开始进来了，数万名年薪100万的工程师取代了曾经的桑拿技师，精密的芯片研发实验室取代了昏暗的包厢和 KTV。 东莞还和深圳形成了新的分工协作模式，成为深圳大量科技企业的生产基地。深圳负责研发和品牌，东莞负责制造和配套，一前一后，被称为前店后厂的新格局。这条转型之路走得艰难，代价巨大，但东莞走过来了。今天当我们再提到东莞这2个字，浮现在脑海里的是潮玩之都，是 OPPO、vivo 的大本营，是篮球城市，是在制造业升级浪潮里悄然完成蜕变的那座城。那个让全国男人会心一笑的暧昧东莞，属于太子辉、梁耀辉的东莞，被永久地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而太子酒店在2020年正式关闭，那栋金碧辉煌的建筑安静地立在黄江镇，像一块无声的墓碑。梁耀辉这个人，你很难否认他身上有某种近乎恐怖的商业天赋。他踩准了80年代的服务业风口，踩准了90年代的走私车热潮，踩准了东莞酒店业崛起的窗口期，踩准了晚市服务成为全国现象的那个时间节点。每一步他都快人一步，每一次都在最对的时机做出了最精准的判断。他从黄江镇一个一穷二白的泥腿子起步，白手起家，用20年时间构筑了一个横跨多个行业的商业帝国，登上富豪榜，坐上人大代表席，让整个家族鸡犬升天。如果他是做别的生意起家的，这样的故事本来可以成为一个励志传奇，但他选择的路从一开始就埋下了终局。他以为他足够聪明，聪明到能够永远走在风险前面。他以为他编织的那张保护网足够坚固，坚固到可以抵挡一切。他以为太子酒店的结界是永久的，是无条件的。他忘了一件事，所有局域网的保护都有边界，权力保护你是因为你对它有用。当那个更大的力量从更高处落下来的时候，之前替你撑伞的所有人会比任何人都跑得快。那一个个在太子酒店把酒言欢的兄弟，那一张张曾经对他点头哈腰的脸，在他最需要的时候全部消失得无影无踪。2017年无期徒刑，这是他这一生商业冒险的最终结算单。
从那个在黄江镇街头靠理发谋生的18岁少年，到坐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里衣着笔挺的人大代表，再到穿着囚服戴着手铐出现在被告席上的阶下囚，梁耀辉用一生完整的诠释了一个道理：有些钱你赚得了一时，赚不了一世；有些账迟早要还。东莞的故事还在继续，但属于太子辉的那一章永远翻篇了。好了，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微笑，感谢你的观看，我们下期见。